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宜宾，今天到五粮液了，这是五粮液的厂区啊。今天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。五粮液这个工厂它是开放式的，可以进去游览参观的。它这个是东大门，修的是真气派呀。最上面这就是五粮液的标志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大圆代表的是地球，意思是五粮液要走向全球。然后这不有5条这个斜杠吗？这代表五粮液是用5种粮食酿造而成的，是那个小麦、大米、玉米、糯米，还有个什么呀？一共5种粮食，记不住了。刚才我临时百度了一下，五粮液厂区门口这条路就叫做五粮液路啊，好宽阔呀，没什么车。这里也有几个游客，他们要进去参观。刚从那个贵州的茅台那边过来啊，在茅台时候没有参观酒厂，到五粮液参观一下吧。进了工厂里面了，因为我开的是外地车牌的车，所以人家把我拦住了。如果你们开本地车牌的，就可以直接开进来呀。这个厂区里面真的是非常大，看一下我刚通过的这个门。对了，它这个东西呢是象征着雄鹰展翅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它这个 logo 呢是不锈钢的，重300吨。这里有一个五粮液全景导览图啊，对着这个地图先看一下这个厂区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大家看，我现在在这里，这里是东门。一进了厂区啊，左边就是五粮液的直营店，买酒的话可以在这个店里面买。然后对面是博物馆，博物馆现在没有开。然后我们可以去这个奋进塔看一下，这个塔其实是一个企业文化的一个塔。然后再往前有个安乐泉，这个泉据说是五粮液最早之前酿酒就用的这个泉水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鹏城广场，就是有个很大的五粮液酒瓶子的那个广场。然后这个广场的周围这都是生产酒的车间。然后再往前走，这里有座山，是这个厂区的制高点。这山上啊叫做九圣山，山上还有个日月宫呢。日月宫是专门用来招待这些来参观的人的，建了个很豪华的这个宫殿。在这个九圣山上面可以看到整个五粮液厂区的这个景色啊。然后再往前走就是西门出去了，然后五粮液厂区的左手边就是岷江。好，现在进去参观啊。景区里面真的是好大呀！这里是五粮液的专卖店，在这里买的肯定是正宗的五粮液啊。这里有一排雕像，展示了五粮液的发展历史。说一下五粮液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？在很早以前它是不叫五粮液的，它叫做杂粮酒。一直到晚清的时候，有一个举人叫杨惠泉。他在品尝了这个酒以后啊，他说这个名字太俗了，应该改个名字啊，因为这个是用5种粮食酿造成的玉液，所以他改名叫五粮液，挺有意思啊。这边是各个时期五粮液的一些包装酒瓶子。五粮液属于浓香型的白酒，一般是52度。那个茅台是酱香型的，我们山西的汾酒是清香型的，这个是浓香型的。我平时也不喝酒啊，对这些瓶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。前面这个就是奋进塔，由5根那个长短不一的柱子组成，颜色也不一样，代表着这5种粮食。最顶端是一匹昂首向前奔跑的马。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企业文化的柱子啊，代表了这个企业的一些精神文化。站在奋进塔这里啊，就能闻到这个浓浓的酒香味儿了。这个厂区里面呀，可以随便走，你看这些都是进来玩的游客啊。然后这些楼也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像这个楼是这么多大圆筒，哪个是酿造车间呢？前面这看着像啊，不知道这个酒味是从哪里传过来的。这里感觉这厂里面有好多闲人走来走去，是不是都是游客呢？反正我在这里面走的时候没有什么限制啊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哇，这里的酒味更浓了。
看这些管道，应该是酿酒的车间吧？我看看能不能进去参观一下呢。这里正往外冒气呢，里面有人在干活呢。哇，正在酿酒呢。哇，这个门口堆的好多，这是什么呀？是不是酒糟啊？酒味应该就是那个东西散发出来的。果然，这一排一排的厂房都是生产车间，但是这里不让拍照，不让录像啊。这里面可以在这个马路上拍照，但是不让拍里面。现在到了安乐神泉了，就是前面这口泉水，现在被井盖盖住了。最早以前五粮液就是用这个井里面的水酿酒的，现在应该不用这个泉水了吧？这个泉水有什么特点啊？它清而可口，饮之令人安乐，所以叫安乐泉。现在给盖上口了，看不到里面了。到了最核心的这个景点了，这个是鹏城广场，最中间这个大酒瓶子，哇，感觉比我上回看的那个茅台酒的瓶子还大呢。茅台酒和五粮液都喜欢把酒瓶子弄一个这么大的广告在这里啊。我们山西的汾酒好像没看到有这种酒瓶子广告啊。前面是一个喷水池，人家叫做瑶池呢。上面有5个人女神的雕像啊，每一个女神代表着一个五谷，一共是有5种粮食嘛。然后酒瓶子下面有一个老鹰的雕像，这个老鹰长的是人的脸，鹰身人面，哇，代表大鹏展翅的意思。看这个巨大的五粮液的广告 ，China's famous liquor， 是不是这么读呀？中国名酒五粮液，厉害了啊！上面好几个窗户。这里有关于大酒瓶子的介绍，哇，高是74.8米呢，这么高，直径都有26米，作为最大的食物广告。我上次看茅台的那个瓶子，好像他也说自己是最大的食物广告，到底哪个才是最大的呀？这大酒瓶的两边还有2个小酒瓶子呢。仰望下74米，相当于多少层楼呢？20多。这个楼是进不去的啊，工作人员才能进去，游客不让进的。1楼是电力供应中心，2楼是站内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啊。这里就是九圣山，那上面是个观景平台，爬到上面可以看到整个五粮液园区的景色啊，必须得爬一下，一共有255级台阶，上去看看啊。爬到山顶了，山顶是一个观景的大圆台，只有这么大，有一些这个雕塑长得是像蘑菇一样，是让人休息的吧。然后这2个奇怪的建筑呢，是叫做日月宫，里面有一些五粮液的文化展览。然后这边是一个 logo， 平台上没有什么人啊，这里主要是观景的。转到这边看一下，这就是五粮液的酒厂，哇，看得好清楚呀！这个地方视野真不错。看这2排的生产车间，挺壮观的吧？这一排一排的排列整齐，正中间就是刚才那个大酒瓶子。再看一看这个景色啊，太棒了！今天是阴天，下点毛毛小雨。大家顺着我的手指看，这里就是我刚才去过的那个凤镜塔，这塔上面是一匹马嘛，然后这个塔的下面就是那个安乐神泉。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离东门呢已经差不多有2公里左右吧。哇，从那边一路走过来，真是腿都要走断了，一会儿还要原路返回呢。如果开着车来就好了，纯靠步行走步的话好累的。站在山顶才能看出来那个大酒瓶子它有多大。我们和旁边的这个楼房对比一下，这些楼房都没有它高。再看这边的楼房，这楼房有个
6、7层左右吧。然后拉近了镜头看看这个厂房，规模是挺大的啊。五粮液中国排名第2的白酒，厉害了啊！既然爬到山顶了，我也拍张照吧，留个纪念，和这个大酒瓶子合影。哈哈哈哈。好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大家看完点个赞啊，拜拜。我现在在四川宜宾，宜宾被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宜宾这边最壮观的景色，就在我身后呢，叫做三江汇流。这就是宜宾市了啊！哇，江面上正有游轮开过去了。刚才说的三江汇流是哪3条江啊？前面这条江是金沙江，这一条是长江，然后这条是岷江，3个江在这里汇合，所以是三江交汇啊。3条江把这个宜宾分成3部分了，这边是老城区，这边是新城区。它2个地方都没有山的，没有那个观景台。就我站的这边正好有一座山，山上有观景台。这个地形也非常巧啊，这个观景台上面还修了一个塔呢，白塔。宜宾一共有3个塔，这边是白塔，然后对面是黑塔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旧州塔。这个塔上面啊，观景绝佳的位置。其实在老城区的这个地方观景的位置也不错啊，这个地方叫合江门，那里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3江交汇。但是我站的这里呢是居高临下，可以看到全景的，很棒啊！在这上面还可以坐着喝喝茶，看看景，拍个照什么的。然后这3江交汇啊，还有一个奇观，大家看它这个江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这边的颜色更绿，岷江的颜色啊更浑浊。在这里有一条很明显的线，它们是不相容的，一直往这边流，大家看，还是有那个黄色的那个颜色吧。然后那边有个长江大桥，这个江水呈2种颜色，互不相容，就像鸳鸯锅一样啊。不有个词叫做泾渭分明吗？也可以用在这里啊。我用无人机飞过去，近一点看得更清楚，离远了看不太清楚。这种景色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到吧？就是江水呈2个颜色，互不相容。我上次在刘家峡水电站那个桃河汇入黄河的地方看见过，再就是那个黄河入海口的地方，也有这种景象。别的地方真的很难见到啊，难得一见。然后这个地方说是3江交汇啊，其实呢它是2条江，因为大家看这个桥的往上游，那个是叫金沙江嘛，金沙江其实是长江的上游，金沙江和岷江汇合以后，往这边流就是长江了。然后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都把这条岷江当作长江的正源，后来经过考证才发现这个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呢。宜宾为什么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啊？因为这个长江它发源于青藏高原，从格拉丹东雪山一路流过来啊，流了好几千公里呢，一直都叫做金沙江，直到流到宜宾这里，再往下流才叫做长江。所以宜宾是万里长江的第一城。长江全长6300公里。我记得我小学时候上课，好像讲过宜宾是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线啊，但是现在好像改成是湖北的宜昌是上中游的分界线了。
现在到底哪个才是分界点呢？但是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线是位于九江的那个湖口县，那里我也去过了，那里是洞庭湖汇入长江的地方。中下游分界线，没有疑问啊，就是这个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线，现在有点疑问，大家觉得是哪里呢？是宜宾还是宜昌？然后从宜宾到上海的这段水路也被叫做中国的黄金水道，全长2800多公里啊。万吨巨轮可以直接从上海开到宜宾这里来，再往上走的话就得换小船了。长江全长6300公里，其实它每一段呀都有它各自的名字，比如说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格拉丹东雪山，往下流了一小段叫做通天河，然后再往下流到宜宾这里啊叫做金沙江，从宜宾这里再往下流到那个湖北的宜昌，这一段叫做川江，再往下流呢，流到湖北的荆州那里叫做荆江，然后继续往下流到南京那一段叫扬子江，是不是挺有意思呀？一个长江有这么多的名字。这就是白塔山上看到的宜宾的景色啊，整个城市真是一览无余，这个视角太棒了。然后大家看对面那个山上，山顶也有一个塔呢。那个地方其实我也去了，但是那个塔顶啊，它不开放的，你不登上那个塔就看不到这个景色，因为它这个周围的树长得很高，那个塔上不去啊，那个叫翠屏山，那个山比这个还高呢，爬得特别累。这个山我是开车上来的，那个是爬上去的啊。好的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这个观景台真不错啊，位置是真好。关键还免费呢，可以开车直接开上来。然后它这个塔也是上不去的，关门了啊。但是站在这个观景平台上就可以看风景了，不需要上塔。好，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看完点个赞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宜宾，最前面这个古色古香的大楼，它叫大观楼，这就是宜宾的市中心了。这里呢也是宜宾最繁华、最热闹的地方了。现在晚上的8点多啊，带大家转一下。这条马路晚上就封起来了，晚上就是可以摆摊儿。看这个人有多少啊，两边全都摆满了摊儿。今天先回答一个网友提问吧，我看好多人给我留言，他说我们这地方都封了，为什么你可以到处玩呢？你这么到处玩没有被隔离吗？我简单回答一下吧，因为我去的地方呢都是属于低风险的区域啊。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会查一下它是属于高风险、中风险还是低风险，我只去低风险的，然后低风险的地区一般是不会隔离的，你只要持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就可以了。所以我是每2天做一次核酸的，
以前做核酸是40块钱一次啊，现在便宜了，是28块钱或者是8块钱。像我去那些旅游景点呀，还是住酒店啊，都需要提供核酸。没有核酸的话，我都住不了酒店啊，都露宿街头了。所以我每2天就要做一次核酸。其实现在有核酸的话，这些低风险地区都没有问题的啊。除了有核酸，现在还要特别注意一件事，就是行程码不要带星号。现在带了星号真的是很麻烦啊，有的地方会给你来个隔离的，但是有的地方不会。所以去一个地方尽量先查一下带不带星号。然后其实很多地方啊，这个也并没有那么紧张。大家看我现在在的这个宜宾，这晚上特别热闹吧，人很多吧。你看路上大家好多人都不戴口罩的，我是戴的呢。所以我去的这几个地方吧，都没有那么紧张。大家就是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摆摊摆摊，该上班上班。很多人也想出来玩，当然，疫情是很重要的原因，限制了我们出行啊。但是我觉得不光是疫情吧，有时候你的认知呀，还是你的内心的恐惧啊，比疫情更限制了你的行动力啊。一个人的认知会怎么限制他呢？因为你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啊。比如说你们当地出现疫情了，当地有这个被隔离的了，然后你就认为全国都是这个有疫情，都被隔离了，好像都很紧张一样。其实中国这么大啊，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不能以你们当地的那个情况来推断全国各地的情况，那样的话不就是坐井观天了吗？最起码我去的这么多城市，都是比较安全的。然后大家看这个宜宾这里，不也是非常热闹、非常繁华的吗？也很少有人戴口罩吧。反正戴口罩的人比较少啊。这里有一个卖鸭的店，好多人排队呢。当然，我们出来旅游，在这种人多的地方，该戴口罩还是要戴上，做好防护。别人不戴，不要去管别人，自己要戴好的。我去，这摆摊的人真的太多了，这边全都是卖宠物的。猫啊、狗啊、兔子呀，各种宠物。这小狗，这什么呀？这是乌龟。这种那么大的狗也卖吗？这里围着这么多人，这是有一个魔术杂技的表演。看最中间那个盒子，那里面是蛇。哇，他把蛇拿出来了，一会儿他要表演把蛇吞下去，然后再从水里拿出来。哇，没想到宜宾这街头还有这种表演呢！哇，他把蛇拿出来了，哇，就这么耍蛇呢。咱们的脚步站到白线的跟前，看人还挺多的。咱们首先看的是一条王蛇，等一下还有一条大的30斤的啊。这个蛇真大呀！大的比你老婆大腿还要。又表演开独轮车了。现在观众已经围了一大圈了，看这个围着多少人。这可是市中心啊，这不是很偏远的地方，就在这个步行街旁边呢。市中心就开始街头耍把戏卖艺了。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，我打算去吃个快餐。我在这里啊，发现有一个乡村鸡，这个是中式快餐店，我去吃这家吧。当时我在重庆的时候，老吃他们家的快餐，没想到在宜宾也有啊。扫码自助点餐。现在晚上8点多了，餐厅都没什么人吃饭了啊。我点好了套餐，鸡肉套餐，还有小菜，一个鸡腿，一个蒸蛋，还有一个汤，27块钱啊，还不错。用勺子吃饭啊，没给筷子。真好吃。我喜欢吃鸡肉啊，这个盖饭也是鸡肉，然后单加个鸡腿。
看着窗外的步行街啊。其实我挺喜欢吃这种快餐的，干净卫生，而且菜的选择又多。去年我在长沙的时候，就天天吃那个大米先生，也是一个快餐，很好吃啊。宜宾的山里面，这公园里居然有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黄色的步道。这个我在厦门和福州的时候见过，没想到宜宾也有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建在这个森林里面，让你有一种空中漫步的感觉。看这个步道挺长的啊，然后下面是走车的，上面是走人的，远处就是市区。这个步道距离下面很高的，看这下面铺的是这个铁栅栏，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，但是它没有那个玻璃栈道那么吓人。走在这个步道上，哇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呀，有一种森林中漫步的感觉啊。看这个山上全是翠绿色的，所以叫翠屏山。今天宜宾下点小雨，现在空气特别清新。森林漫步啊，哇塞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宜宾市区的景色，视野真不错呀。可惜这个步道它距离不是很长，只有几百米啊，没有福州和厦门的那个长。好的，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宜宾。宜宾有一条很特殊的轨道交通，叫做智轨。智轨是什么车呢？我还没有坐过啊，今天特意去体验一下，在全国别的城市没有的。正好开过来一辆这个车，就是红色的这个，从外观上看长得像公交车一样啊，但它不是公交车，它比公交车长。你说它是地铁吧，它又不在地底下开；你说它是有轨电车吧，它又没有轨道，很奇怪啊，四不像。这就是智轨。今天我去体验一下啊，这个智轨其他城市没有，就宜宾啊，全球首条这个智轨线。这个是智轨的这个运行线路图。宜宾是跨长江的城市嘛，我现在在九都路这一站，我就坐2站吧，跨过长江，然后我就原路返回。它这是从这个高铁站开始发的，一直坐到北边那个工业园站。这个是自动购票的，跟地铁的那个买票是一样的，在机器上买票啊。买完票就是一张纸，然后纸在这里刷一下就行了，在这儿刷一下，可以了。它这个候车的地方跟 BRT 那个快速公交是一样的，在马路中间，这两边是2条线。它智轨下面是画的这个虚线呢，这个是智轨，这个是智轨专用车道，画的2条虚线，然后这边还有黄线。这不就跟很多城市的公交专用道一样吗？让本来就不怎么宽的路变得更窄了。但是我发现有好多社会的车辆也可以在这个专用的道上走啊。候车区这个大屏幕上它会显示下一趟车还有几分钟到站，跟地铁里面很相似啊，还是中英文双语的。它这个车身涂装都不一样的，看这个绿色的呢是蜀南竹海号，那个红色的是五粮液号，还有银色的呢，好几种不同颜色的涂装。车来了，我坐这趟车，这是蓝色的涂装，一共是3节车厢啊。这是这个汽车冠名的，还可以做广告。我从最后一节车厢上。啊，门就自动开了啊！哇，里面好凉快呀，里面开着空调呢。这里面座位不是很多呀，这个涂装挺清凉的感觉呀。这里跟地铁那个是一样的啊，这边是那个线路图。
就是座位比较少。我走到前面去看一下。啊，空调的风很给力啊，有点凉飕飕的。我去，看不到那边。坐车的人不是很多啊，位置都空着呢。马上就过长江了。它这个车最快的速度70公里每小时，跑得比地铁慢，但是比公交快。现在上了长江大桥了，这个是万里长江第一桥。可以看到对面那里也是一条智轨线啊，下面是有2条虚线的。它这智轨的路线都是安排好的，必须按它画的这条线来跑啊，不能到处乱跑。智轨的这个智体现在什么地方啊？它是无人驾驶的智能驾驶啊，自动驾驶。到站了，我下车，然后换对面的车再坐回去啊，就是体验一下嘛。这个蓝色的涂装也蛮好看啊。这次坐红色的五粮液号回去。哇，人也不多。去前面看看，为什么这最前面这个玻璃是黑的，看不到里头的，看不过去啊，这黑乎乎的。这里面其实是有司机的，这个里面，但是司机就是管一些紧急情况下的那个以防万一的，其实不用司机开的，都是自动驾驶。再走到后面去看看，别人看我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啊，都很奇怪，一直盯着我看，不好意思了都。乘坐还是挺舒适的。说一下这个智轨的好处啊，首先它比公交车大，这个运力多，再就是它有专用的这个车道，不会堵车啊，也比公交快。然后呢，比地铁的造价便宜，比地铁的话要在地下挖那么多土，造价贵嘛。然后比那个电车呢少了轨道，所以它这个修建的费用也便宜。而且这个车它是用电的，电力驱动的，不会产生汽车尾气。票价也可以吧，跟公交车的票价差不多。好的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你想来体验一下宜宾的智轨吗？你对这种新型的交通工具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啊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宜宾，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，宜宾是岷江汇入长江的地方啊。身后这个就是岷江，岷江的上游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啊，我们都知道。这个岷江再往前流几百米的地方就汇入长江了啊。然后在这个岷江的岸边，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超大的佛头，是不是很大？看一下这个佛头啊，高是3米，太大了。它就在这个岷江的岸边，旁边有一个悬崖，这边还有好多小的那些佛像造型呢。这个是最大的，这个据说比乐山大佛的那个建造时间还要早呢。乐山大佛是唐朝建造的，距今已经1000多年了。这个说明1000多年以前造的啊。他的身体呢，估计是被埋在这个下面了，现在只露出来一个头，光这一个头看的都很震撼，3米高的这个头。现在这个山坡上啊，全都是树木很茂盛。这具体是什么人修建了这个佛头啊，也不知道。然后这边有好多小的这些小的佛像，应该是罗汉吧，这个应该是观音菩萨。你看后面有一个这个圆的东西，现在也破了，其他的佛像都认不出来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之类的啊。你看这2个佛像还骑的，这个是骑的大象嘛，这个是骑的什么呀？然后这个有好多手的，这个是不是观音菩萨？千手观音呢？这下面有一个碑啊，这是四川省
政府立的碑，大佛陀摩崖造像，19年立的碑。那边的山体都被保护起来了，然后这个位置在哪里呢？这个后面就是五粮液的厂区，离五粮液那个东大门非常近。然后那个地方呀，那个地方是水文观测站，平时就是观测这个岷江水的。大佛陀建在这里，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。一般建在这个江边呢，都是镇压水患的。你看那个乐山大佛就是建在江边的，然后这个大佛也是建在江边，然后他的眼睛啊，就天天注视着这个岷江。岷江的上游为什么修建那个都江堰呢？也是因为有水患。乐山大佛那里也是有水患，所以这里以前也是有水患的，我估计。大家别看现在这个岷江好像流的挺平静的，水位也挺低，但是它汛期来了以后，那个水患来了以后，它就涨上来了。刚才有个人，他们在这游泳的人说啊，最高的时候都涨到大佛鼻子这里去了。涨到鼻子那里的话，这几个小佛像就全都被淹在水下面了。然后大佛的身体经过1000年的这个岁月的洗礼，现在身体已经看不见了。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大佛头啊，神态安详，眼睛注视着远方啊，嘴唇很厚，大佛的脖子也挺长啊。然后这边的耳朵已经看不清楚了，这边可以看到耳朵的轮廓。中间这个地方，这个叫什么呀？一个圆点儿。然后头顶呢有很多像法官的那个小珠子一样。整体的形象啊，就是挺安详的吧。大佛前面这个平台啊，现在有好多游泳爱好者在这边游泳啊。前面这个岷江里面，白天有很多人游泳的。下面还种了很多的玉米地，这边还种的其他的菜呢。现在我就从这里上去了，上去有一个旧州塔，去看看那个塔。顺着这条路上来了啊，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水文监测站啊。再顺着这个铁栅栏走出去，这个地方的路比较隐蔽啊，全是这样的小路，不找攻略是进不来的。我也是看了别人的视频，找了好多攻略才找过来。这里离那个五粮液的东大门非常近，离大佛头不远啊，就是这个旧州塔。宜宾有3个塔，一个白塔，一个黑塔，再就是这个旧州塔。白塔我已经去过了。这里面有没有人啊？有人吗？有大门关的呢，没有锁。进去看看啊。没有狗吗？卫生打扫得很干净，但是没有人啊。这个塔也是全身都白色的，跟那个大白塔很像啊。院子里有人住呢啊。塔的周围其实是一个村子，现在这个村子给拆迁了，就剩下那个塔了，所以都是荒地啊。然后这里有很多人种的菜。在岷江的岸边有一排这个石墩子深入河中间了，这是干嘛用的呢？走到跟前看看啊，这个是不是拦水用的呀？比如说发大水的时候，这个就可以减缓这个水流，让它流得慢一点，是这个用处吗？沿着这个都可以走到江中间去。哇，还有那么长呢，我跑过去吧，看看那边是什么样的。走到尽头了，哎呀，现在已经到了江中间了呀。看着这个水有点发晕，这里的水就深了吧，万一没站稳掉进去就完蛋了，我也不会游泳。
给大家看一下，那个大佛头就在这个位置呢，旁边是这个水温监测站。从这个江边有一条小路就走过去了，也可以从这个上面走啊，两条路都行。然后这个江边是当地人那个菜地，那边是岷江大桥。这个江上面一个船也没有，也没有捕鱼的人。从2020年开始啊，长江流域的这些水域开启10年的禁捕期，不让捕鱼了，保护生态环境嘛。好吧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看完帮我点个赞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的泸州，这是泸州下面的太福镇。今天来这里啊，主要是看梯田，哈哈哈！看我身后这个梯田，规模挺大的啊，挺漂亮吧？现在这边的梯田，都插秧了啊，带大家看一下，看看这个四川的田园风光。之前我在云南元阳时候看过那个梯田，规模比这个大。元阳那时候看了还没有插秧呢，里面全是这个水，反光的时候特别好看。这次看的是插了秧的梯田，我如果提前10天左右来啊，他们当时还没插秧呢。现在我顺着这个地垄一直往前走，没插秧的这边是可以养鱼的，插了秧的这边那个地垄上还可以种玉米呢，我看别人。这个规模也挺大，大家看那边全都是啊，这漫山遍野都是梯田。然后这边的村民呢就住在这个道路的两旁，这里的环境也很好。这里的村民都是这边一户那边一户，就是居住的比较分散，但是他们这里农村都挺有钱的，都是盖的2层的3层的小楼。你看那边也是，都是盖的小洋楼，特别的好看，挺有钱。带大家在这边的田间地头转一转啊。在城市待久了，就喜欢到这个田园风光看一下。顺着这里走吧，现在地里面也没有人。再往南边走2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是长江了。这里处于四川和重庆交界的地方，离长江也很近。这里有没有观景台呀？就是一个山顶上可以看到这一整片梯田的一个地方。有没有那个一个制高点啊？听不懂我说话。我说是我想看梯田，有没有一个高一点的位置可以看到梯田？有啊。最高点在那树那里吗？树那里能看到这下面的梯田是吧？看得到。啊，你们管玉米叫苞谷呢是吧？啊？玉米是苞谷，这边是水稻。水稻种了有10来天了嘛？有3、4天了。啊，10来天了。这荒地多得很啊，这边都是荒地了啊。没人种庄稼的了。没人种了。这边的梯田里面种的是水稻，然后在这边上啊都种的玉米呢。哇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呀。他们管玉米叫苞谷。哎呀，
这边是荒地，没有人种。Hello， 这是什么树啊？这里噻，你认不到啊？这里橘子树啊。这边是橘子树，那边都荒废了，没有人种。刚才问了几个人，他们都说这个树下面是这边的制高点啊。哇，这树下面有一个坟地，这里算是一个小的制高点，但还不是位置很高。这边种的人多，然后这边好多地都荒废了。你看，能看到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梯田的样子，但是里面没有水，也没有种水稻，都荒废了。然后这边种的是橘子，这橘子的地里面好多这个黄色的草啊。这个是野草吗？还是种的庄稼呢？我也不认识啊。这个橘子树多久种几年才能长大吃橘子呢？这么小应该是种了1年吧。算了，我就不找制高点了。我用无人机飞起来看吧，因为这里它不是旅游景点，它没有那个观景平台，都是当地的村民平时种地的地方啊。好，看无人机。清清的河水流啊，白云依然走，晴朗的天空照大地，我看太阳升起。富饶的土地啊，花香飘万里，微风吹动着大地，烦恼已过去。深深地爱着你呀，美丽的土地，一代一代的人们生活在这里。富饶的土地呀，花香飘万里，微风吹动着大地，烦恼已过去。这个梯田呀，灌了水的时候是最好看的。再过几天，这个水稻长高了就不好看了，因为这个水稻就把这梯田挡住了，就没有这个一层一层的感觉了。灌了水呢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会反射天空的颜色呀，然后这样拍出照片来会很好看啊。走出来了，有车了以后就是方便啊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太自由了。哇，我腿上扎了好多这个东西，这是那个，怪不得下地的时候不要穿好衣服，很容易就扎坏了。鞋子上也有，看。开车走到这里的时候啊，看到长江了，看前面就是长江，哈哈，从宜宾流过来的，流到泸州，然后再往下流就流到重庆去了。这里也有梯田，这梯田也灌水了，风景不错呢。这里还有个小山羊呢。Hello， 现在到了长江边了，近距离的看一下长江。哇塞，这一边的江面真宽阔呢。这里是一个拐弯的地方，可能是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吧，这边的长江被甩出来这么远，看这个河道有多宽呢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拦水的坝呢，还是什么呀？这个地方，然后所有的船呢都绕着这边走，那里有个船过去了。江边住的好多人呢，看这个楼房，这边的房子盖的离长江也太近了吧，才几十米的距离了，然后这个高度也不是很高啊，不怕被长江淹吗？
边上还种的地呢哈，种的玉米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蜀南竹海，四川宜宾最有名的3个景点：五粮液、三江交汇，还有蜀南竹海。这里的竹子真是太多了，像海洋一样，所以是竹海。今天进去玩一下啊！开着我的小车，车可以开进去的。开车进来了，哇，这里面的景色真好啊！看这两边翠绿的竹子，这个路也修得很好。在这里开车真是一种享受啊！这里门票是100块钱啊，然后开车进来的话也不另外收费，车子进来也是免费停的。这里有一个蜀南竹海的全景图，先对着地图看一下全景啊。它这个景区里面非常大，一天时间玩不完，我打算玩2天。然后我是从这边的西门进来的，这边是东门。第一天呢，我打算玩西边这半部分，第2天去东边这半部分。从西大门进来啊，第一站先去这个龙吟寺片区，这上面是一个观景点，可以看到整个竹海里面的情况，站得高看得远嘛。然后再去这个观海楼，再去挂榜岩、忘忧谷。第2天去这边的那个仙雨桐、天宝寨，还有那个瀑布那边。完美。现在要开车去那山顶，山顶有一个观景的塔。这楼一共是3层啊，现在爬到顶了。哇塞，这个视线好棒啊！这里看景真好。哇，这里可以看到竹海的全景啊，看那片山上全是竹海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好像叫百龟拜寿啊，这么多一小块一小块的丘陵，就像乌龟一样，百龟拜寿。看这个面积多大，这个竹海，这山上全是竹子。然后这边是那个寺庙，这上面看景是真不错呀。整个竹海景区非常的大，面积达到了150平方公里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生长的这个竹海，这里面生长着400多种竹子呢。大家放眼望去啊，满山遍野全都是翠绿的竹子，真是让人看了心旷神怡。而且这里也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。这个地方气候也挺好的，夏天最高不超过30度，冬天不低于0度，它的全年平均气温是15度左右。很适合养生啊！大家如果要来珠海玩的话，我建议第一站啊，就先到这个塔上来，在这里看全景，对整个景区有个基本的了解以后，再去各个小景点。现在来的这个景点叫做翡翠长廊，往这边看，哇，这里一个通道，然后两边长满了竹子，这个翠绿色的竹子就像翡翠一样。所以是翡翠长廊，这两边的竹子呀，它都往这中间长，大家发现了没有？两边都快搭到一起去了，在这下面形成一个通道。这条路还是挺宽的，这个不能走汽车的啊，这是步行道。哇，这个长廊一看就很凉快呀，在这里面走一走，心情大好。这个翡翠长廊是竹海里面的标志性景点啊。而且它这个地面，大家看是发红的，它是用这边特有的红砂石做成的地面啊。然后可以走到这个竹海里面去转一转，里头有很多小路，也有当地的人家，那是他们住的房子。住在这里的人真的是每天呼吸着新鲜空气啊。这个长廊两边的竹子呀，特别的粗，这个竹子比我的胳膊粗，这个还往下掉叶子呢。这个是蜕皮的吗？你看好多树都是蜕皮的，都是一层一层像玉米一样包住的，外面这层给脱落了。这个竹海里面还长了好多这些其他的草，这里面只有竹子，没有其他的树。
走到这里，看到这个竹子，我突然之间明白了它这个竹子是怎么生长的了。最开始呢，它是这么矮的一个小竹笋，然后一节一节的，这样就长上来了。你看，越往下面这个节就越宽。然后最开始外面是包的这个呢，就是把这个竹笋都保护在里面。随着它长高，这个东西它就脱落了，然后竹子就变成这种绿颜色的了。最开始是这个黄颜色的，比较嫩，长大了以后就变了颜色了，就不需要外面这层保护了。给大家介绍一种竹子，这个叫楠竹，就是我们俗称的毛竹。这个是生长最广泛的，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，长到这么高，6层楼左右啊，只需要59天。这里有介绍的，我不是乱讲的。它的用途非常广泛，比如说搭那些盆子呀，还是脚手架呀，编各种的竹的筐子之类的，都可以用这个竹子。长得是很快呀。现在再去忘忧谷景点玩一下。这就是忘忧谷的入口，环境确实很好，流水潺潺，满眼都是翠绿的竹子。沿着这个步道往上走，它是一个环形的线路，从哪边走都可以，最后都会绕回来。夏天的时候来这里很凉快的，在这个竹林里面走一走，让你忘掉忧愁，所以叫忘忧谷。这里有一个竹林七贤的雕像，竹林七贤指的是西晋初期这7个人，他们经常聚集在这个竹林下面啊，饮酒、写诗、下棋，生活很快乐。你看当时的魏晋人士都是袒胸露乳这种风格的，很潇洒。竹林七贤有谁呢？阮籍、嵇康、山涛、阮咸、向秀、王戎，还有谁呀？记不清楚了。咱也隐居在这个竹子下面啊，喝酒唱歌，像古人一样放浪形骸。前面还有瀑布呢，真棒。这个叫做石破天惊，大家看这里有一块巨石，中间这里啊就像被刀劈开一样。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块巨石，也不知道这中间是怎么被劈开的。看那几个竹子坚强的长在这石缝中，正好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嘛：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完美的诠释了这个现象，不可思议啊。继续走，这边好像是到了丹霞地貌了，这个路啊全都是红色的岩石。看这里就是9天飞瀑，哇塞，走到峡谷的尽头是一个瀑布。哇，这个瀑布好高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哇，我一个人独享这一片瀑布，真棒啊。这里视野也一下就开阔了，太神奇了，好凉快的感觉在这里啊。这就是忘忧谷的尽头，这个瀑布景色不错，从入口走到这里15分钟左右吧。走在这个山谷里确实能让人忘记忧愁。好，现在要翻回去了。现在到的这个景点叫做竹尖漫步，什么意思呢？它在这个竹海里面修了一条这个步道，这个步道修得很高，离地面有个20-30米吧。看那个竹子的尖部就被我踩在脚下，所以叫做竹尖漫步，挺有意思啊。在这个上面走一走，和这个竹子一般高了，这不就和宜宾的翠屏公园那个步道很类似啊，和厦门福州的那个步道很类似。哦，这里还有这个玻璃栈道呢，这我已经走过很多次了，现在走上来已经不害怕了。这玻璃栈道下面还有一层铁丝网呢，即使是玻璃碎了掉下去也没事。
哇，走到这边就是大峡谷了。哇，这里的景观更壮观啊！下面呢又是那个百龟拜寿。哇，然后对面看那个山崖上，那上面有个寺庙，明天就去转那边。那个叫什么寺庙来？那是红色的丹霞地貌，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修了一个寺庙。现在去这个蜀南竹海博物馆看一下，专门给竹子建了个博物馆啊。博物馆里面好漂亮啊，这里感觉像是一个取景口呢，还画了个这是飞天的造型啊。看这外面的景色啊，真好。这个东西很像上海世博园里面的那个东西，就像蘑菇一样，像一把大的雨伞啊。只不过它这个是用竹子装饰的，好大呀。哦，这个里面呀，就是展示的竹子的一些文化，还有一些书法，就跟竹子有关的一些文化呀。博物馆转完了，里头都是展览，没啥好看的。这里主要是风景很美，如果能常年住在这里的话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先玩到这里了，明天再接着玩蜀南竹海，下个视频见。现在我到的这个景点叫做鲜鱼洞，这个洞的位置很特殊啊，它就在这个悬崖绝壁上呢。你看我刚才顺着这里的路下来啊，然后再顺着这里的路下去，这可是在悬崖边的一条路，看这个下面有多高呢。现在到这个景点里去转一下，它这里都是红色的墙壁，这是丹霞地貌。这还在往下渗水呢，这洞里面，哦，有点像是挂壁天路的感觉呀！啊，这洞里好臭啊！赶紧走，到那个亭子上看一下风景。哎呀，这个位置不错，往这边看一看啊！哇，大家看，在那个半山腰啊，有好多建筑。这个就是鲜鱼洞，走到那边就是多宝寨。我要从这里走到那边去啊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就在这半中间。它距山底啊有个200-300米的高度。看一下刚刚那个大峡谷，很深吧？那里还有个小瀑布，这个是上面的索道。这个景点呀，它是一个人文景点。主要是里面有佛家的，还有道教的一些文化古迹，佛道合一的地方。这里是一个南天门，看通过这个小门就可以下到这个峡谷的最底下。这个游人止步啊，先看看它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丹霞，哇，也不知道什么人开凿出来的啊，这是凌霄殿。这边是道教的一些文化，再往那边走就是佛教的文化。看一下那个峡谷里的景色吧，下面非常的深。然后再往这里面走就是佛教的一些塑像，这个就不多拍了，都是一些宗教的东西。最主要是它这个地方比较绝，开凿在这个半山腰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地面也是红色的，这个丹霞，抬头也是。这里是一整块的巨石，感觉是挖的时候一直往里面掏。哇，看一下这个压迫感啊！哇塞，这里居然还有一个瀑布呢！这风景真是绝了啊！然后可以从这个瀑布底下钻过去，也可以从这条路走过去。我从这里面钻过去，就像是水帘洞的感觉啊！这种感觉不错呀！哇，好凉快呀！这瀑布底下，凉风嗖嗖的，风景不错啊！
今天呢，我又是一个人包场了，这个景点只有我一个人。现在是旅游的淡季嘛，没什么人过来玩，吃住呀还是各个消费也挺便宜的，人少玩的更好啊。走到这里呀，有一个观景台，在这里看一下我走过来的这条路，我是从小亭子那里走的。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谁能想到这个山的半山腰还藏着这么一条栈道呢？看这个峡谷下面有多高，那下面是村庄。再看一下对面这个山头上呢，就是我昨天玩的那个竹间漫步，中间是这个大峡谷，有索道相连。这就是仙鱼洞景区。转完了仙鱼洞，挨着的就是天宝寨，也是在这个悬崖边的一条路。这里呢，主要就是看风景。一进来的地方刻的一个诸葛亮啊，这是空城计嘛，还弹琴呢。主要就是看下面的田园风光。哦，这是各种竹笋，这都是人家山里的竹笋山货。竹荪菌，这是菌，这边是竹笋、竹胎儿、牛肝菌，多少钱啊？这个15块钱一袋，一袋15啊。这个呢？这个是跟那小袋一样的。啊，这条路的石壁上还刻画着好多这些壁画呢，太不可思议了啊！走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路了，然后又钻一个山洞，这是山穷水复疑无路，钻个山洞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从这山洞里就能看到这个丹霞地貌里面是什么样的，也是这样红的啊！哇，这个隧道还挺长。这里就出来了。哦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现在来的这个景点叫做拜寿台，也叫乌龟拜寿。这个景点厉害了，它可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取景点。看这个大屏幕上正在宣传呢，能上了奥运会开幕式啊，然后到这个观景台上去看景。跑上去，哎呀，好期待呀！哦，看下面，哇，视野一下就开阔了啊！这就是百龟拜寿，其实就是一小块一小块这个丘陵，它长得特别像乌龟，但是有这么多小丘陵组成的，排列整齐，所以叫百龟拜寿。看远处那个鼓起来的一个一个小山包，哇，好壮观呐！这里的视野也很开阔，然后这片山谷里面经常有云雾之类的，所以这个地方也叫观云台。下雨天可以来这里看云海。这下面其实是一个一个的村子啊，好多人住在这个边上。你看这个路修的还挺好，修的每一个村庄去了。这些路啊，就像乌龟的那个边缘一样，把乌龟的形状勾出来了。能上了奥运会开幕式，这个景点必须合个影啊，太棒了！现在到了一个观景的楼，这个楼位于整个景区的最中心啊，一共是7层，爬上去看一下风景。这个楼名字叫做观海楼，它是观看浩瀚竹海的绝佳位置啊。这里有个说法叫不到观海楼，往来这个竹海游。楼梯在中间呢，上到5楼了，就在5楼看风景吧，不往上爬了。这里能看到的景色已经很壮观了，哇塞，一览无余啊！这视线毫无遮挡，我转一圈带大家看一看。真棒啊！
看到万亩的这个竹海，就在竹子的顶部，太漂亮了啊！一望无际这种感觉。这个竹海它位于海拔600到1000米之间，有高山，有峡谷，落差400米左右啊。然后这里呢还有瀑布，哇，看到这个瀑布了吗？很细的一条。然后这里可以坐索道，观看竹海。索道的下站就到了那个峡谷里面了，就是忘忧谷那个景区，我已经去过了。然后整个蜀南竹海啊，有2个可以看全景的地方，一个是我站的这个塔上，还有一个就是对面那个龙吟寺的那里有个塔，这2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全景。如果你来竹海旅游，可以先来这2个塔其中之一，登上塔看一下竹海的全景，视野开阔啊，心胸开阔了，然后再去各个小景点转，这样是最好的安排了。现在要去七彩飞瀑景区，车停在门口。哇，这个就是七彩飞瀑了，因为在这阳光的照射下，它呈现那个彩虹的7种颜色，所以叫七彩飞瀑。这后面还可以走到后面去，这里有一条路啊，我走到那个里面去看一看。哎呀，这个路好滑呀，全是水，这不就是水帘洞吗？哦，哇，这岩石上全是苔藓呐，好神奇啊！走到这个瀑布的后面，这后面长了好多的杂草啊！哇，好凉快，好凉快！这里的声音巨大。这边是水最大的水帘洞，太棒了，脸上都湿润了，好像做面膜一样，很补水呢。这个景区也有点意思，要沿着这个瀑布后面一路这样走过来，然后再继续往前走，也是在悬崖边呢。哇，从这里看一下那个瀑布，这个才是落差最大的一级瀑布。刚才就从那里过来的，这个瀑布跌落了好几级呢，这个是最大的一级。下面就是村庄。现在继续沿着这条路往上走，上面有一个小亭子可以看景。哇，这个可是天然形成的，这凹进来的一个山体里面天然形成的一个通道，旁边也在滴水。这个路有点神奇吧，全是红色的这个沙石，丹霞地貌，看这一整块巨大的岩石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蜀南竹海，这个景点呢我已经都转完了，一共我在这儿玩了2天时间。这个视频呢就说一下这里的攻略吧，一些景点的路线选择呀，吃饭住宿是什么情况啊，简单的说一下啊。我是开车进来的，4月21号进来的。我进来的时候这个车是没有另外收费的啊，只买了门票100块钱。然后进来以后，这里面好多停车的位置啊，这些停车也都是免费的，停车的位置不缺啊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蜀南竹海的地图，对着这个地图给大家讲一下啊。这边是西门，这边是东门，它里面主要玩的地方啊有这么几个，都是分片区的，地图上都标得很清楚了。因为这里面非常大嘛，它总面积是10.2平方公里呢。一天时间呢，玩的比较紧张，最好是分2天。我就是2天玩完的。以中间这个大峡谷为界啊，
我第一天玩的是西边，第二天玩东边，这样时间上更充裕一点。具体的游玩线路该怎么选择啊？比如说第一天从西大门进来啊，直接就开车到达鸡冠岭这里，这里有一个龙吟寺，这寺庙上呢有一个塔，站在那个塔上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竹海。建议第一站就来这里，然后我们就顺着这条路往这中间走。这个位置呢，看也有一个楼，这个叫观海楼，这个楼呢也是看全景的绝佳位置。整个竹海里面啊，就是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全景。这个地方的位置更好，因为它处在竹海的正中央。这两个位置看完了全景，我们就对整个景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开车去各个小景点玩。从这里出来呢，在它旁边就是景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，叫翡翠长廊。这个走廊呢，也是拍照打卡的一个好地方，景色特别的美。走完这个长廊呢，可以去旁边的这个竹林里面走一走，也是让人心旷神怡啊。从这里走完呢，可以开车往南边到这里，这是悬崖边的一个步栈道，叫做竹间漫步。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大峡谷里的风光，也可以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这个百龟拜兽这些风光，这里也不错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返回，沿着这条路啊开车，到了这也是个观景台，看云海的地方，也可以看到下面的百龟拜兽，还能看到这些村庄什么的啊。这也是在悬崖边的，它两个景点其实类似的这个景色。然后这个塔这里呢，大家看还有一个观光索道呢。你如果不是开车往这边走的话，就可以坐这个索道，坐到这边来，离这个忘忧谷就不远了，可以去忘忧谷里转一下。然后走这条山路的呢，也可以从这里开车过来，从这里就到了忘忧谷了。它这路都是通着的。这个竹海博物馆很小啊，有时间就进去看一下，10来分钟就转完了。主要是一些关于竹子的一些展览。然后这个片区呢，主要就是吃饭住宿的这么个地方，就相当于是服务区了。好，这就是西半部分的景点啊，一天时间肯定够。再说一下东半部分啊，东半部分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个海中海和仙女湖，还有这边呢有个天宝寨，还有仙雨洞。仙雨洞是这边也是核心景点，它是一个人文景点啊，就是佛教、道教他们有这些塑像啊、壁画呀，在这个地方可以去看一下。它的位置也是很绝，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呢，它还是丹霞地貌，所以这里一定要去，这里是核心景点。然后海中海呢，就是拍摄卧虎藏龙的那个地方啊，这里景色也很棒。我晚上就是住在海中海这边的民宿，沿着这个海的一圈有好多的民宿住宿点，现在淡季也不贵啊。然后这边呢就能玩小半天啊，然后再剩下半天时间呢，我们就可以往这北边走一走。花溪13桥呀，这边还有个大熊猫馆还没有建好呢。这边有七彩湖，七彩湖就是一个瀑布，这个瀑布也挺壮观的，挺不可思议的啊，也值得一看。好，然后这边转完了就可以从东门出去了，出去从这边是去泸州的，从西门呢是去宜宾的，就可以回家了啊。这就是2天的攻略。然后这里面呢，路程非常的远啊，最好是能开车自驾来啊。如果你没有车的话也不要紧，这景区里面是提供那个交通车的啊。买票的时候你就直接买一个套票，然后他们有交通车给你在各个景点之间来回穿梭。这个地方呀，开着房车来是最好的，把房车往这停车场一放，停车场的环境这么好，晚上又安静，然后还有卫生间，有水有电。晚上呢，听着流水声，听着鸟叫入睡，非常的好。然后这边的民宿呢也非常的多，现在淡季啊，价格也便宜，100块钱左右能住一个很普通的房间，150左右啊，就是能住个稍微好一点的。然后他们在网站上呢都可以预定的，我昨天住的那个房间也非常好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蜀南竹海，昨天晚上在这住了一晚。这山里面的晚上特别的安静，
我这个房间不错啊，外面就可以看到大片的竹子，双面采光的大窗户，看看外面的景色啊，正对着就是海中海，拍摄《卧虎藏龙》的那个地方啊，这里还可以坐船。昨天我玩了这个蜀南竹海的西边了，今天去东边玩一下。这个房间现在是淡季嘛，110块钱一晚上，还比较划算，不错吧？现在晚上的8点钟了，这山里面好黑呀！你看，就是这边有一排这个饭店，他们亮的灯，再往后面看，完全就是漆黑，哇，漆黑一片，好久没有这种体验了啊！大山里面被漆黑笼罩，大家都坐在门口在聊天呢。我随机选了一家进来吃点晚饭，这边有一点做的比较好，就是它所有的菜单价格都贴在墙上，明码标价的，不用担心会被宰啊。然后看一下这儿的价格单吧。来这里的特色呢，就是全竹宴，吃各种竹笋之类的啊，然后也有其他的炒菜，20多的、30多的、40多的，有荤菜，有素菜，下面还有汤，种类还是挺多的啊。这个价格的话，跟外面也差不多吧，比较良心。海中海，昨天就住在这个景点里面的民宿，这全是大山，晚上超级安静的啊。这边是客栈和饭馆，这里的饭馆还可以啊，挺平价的，跟外面的价格差不多的。这里是停车场，随便停车的，我车就停在这里。今天开车再去其他景点转一下。今天起得比较晚，早上起来到这个竹林里面走一走，哇塞，真的是非常好，这个环境我都可以听到鸟叫，好几种不同的鸟叫声。这里有一个拱桥，在我房间里就可以看得到，挺漂亮的。这在《卧虎藏龙》里面出现过这个桥啊，当时他们在打斗的场面就在这边拍的，在那个竹子尖上，在这个水里面打斗。桥上面是这样子的。哦，从这里还能看到我昨天住的那个客栈呢，看那边全是客栈，我住在这家，这2个窗户，这里风景是真好，大家看看，四周围全是被竹子包围，晚上超级的安静，各种鸟叫声伴着入眠，可以治愈失眠啊，真的。看这个倒影也很漂亮吧。这里的竹子长得好密呀，看一下这竹子有多粗呢，和我的手臂对比一下，反正比我的手臂要粗。哎，我发现这竹子上有人刻字呢啊，谁谁谁到此一游，太没有素质了。大家要文明旅游啊，不要在上面乱刻乱画。哎呀，我喜欢这种鸟语花香的环境啊。来这个竹海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娱乐设施，就是在这个竹海里面走一走，看一看这些翠绿的竹子。有人肯定觉得太没有意思了，是太单调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啊。在这里听一听鸟叫，看一看竹子，然后吃点新鲜的竹笋，可以放松身心嘛。紧张的生活，给你放松下来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你们喜欢这种环境吗？有我这种心态啊，是不是说明我已经老了？毕竟我已经快40岁的人了，人到中年呀，就喜欢这种安静一点的环境。